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。上一期我们开始用 NVDiffRes 的 paper 设计自己的经典版可微渲染器，但 paper 里很多细节都没有给出来，尤其是公式不全，这部分需要严格推导才知道怎么回事的。情况在于，这篇 paper 像是把目标读者定位为机器学习和微分几何背景的，很多推导都省略掉了，并且大量用了 trivial、simple、easy 等词汇，表示这个很简单，那个很简单，甚至连思路都不写。而对 OpenGL、CUDA 这些却啰里吧嗦写了一大堆。从渲染和 GPU 计算背景的人来看，这完全反了。该有细节的推导没有，该是常识的东西写一堆细节。所以我需要用专门一期来讲解每一步的推导，而且这里还有很多坐标空间的细节需要注意。虽然公式写的 x、y， 但不同时候是在不同空间里的，有的有透视校正，有的没有，搞错了算出来的梯度也是错的，结果会让梯度不下降，又画不出来。这一期有大量微分、求导、偏导的东西，如果不在乎推导过程，只想用结果的朋友可以直接跳过整期。毕竟视频观看量事小，耽误朋友的时间就不好了。但如果想要在 NVDiffRes 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改进，就非得搞清楚这些计算是怎么来的。可微渲染的 backward 过程是个从 loss 一路反向传播到源头的链。上期说到，我们的可微渲染器有3个步骤：光栅化、差值、抗锯齿。在 backward 的时候，它们也是以反过来的顺序调用的。一开始是 loss 对抗锯齿后颜色的梯度，由 PyTorch 计算，接着给 anti-alias 的 backward 扣除因为抗锯齿产生的梯度变化，传给 interpolate 的 backward 计算 loss 对重心坐标的梯度，再传给 rasterize 的 backward 计算 loss 对顶点位置的梯度，接着又到了由 PyTorch 实现的 backward 计算 loss 对变换的梯度。一开始要先介绍一些通用的背景知识，在不同阶段，这些方法都会反复用到。导数之间的加减乘除法则都是这样的，套用公式就行了。第二个非常常用的是链式法则，能把导数串起来。对于多元函数的偏导来说，链式法则需要把每个分量相加，更复杂些。如果多元函数的每一项又都是多元函数，那么每一个偏导都是分量相加的结果。这可以写成矩阵的形式。这就是雅可比矩阵，每一横行是同一函数对一个变量的偏导，每一纵列是不同函数对同一个变量的偏导。有个简略的写法是把函数和变量都串起来写。可微渲染的 backward 过程中会大量用到雅可比矩阵。在 rasterize 的 backward 阶段， PyTorch 会给过来 loss 对重心坐标的梯度，我们用它来计算 loss 对顶点坐标的梯度。paper 里说的很简单，构造一个雅可比矩阵，一乘就行了。然而这些都是什么？每一项怎么计算都没说。这个公式展开是这样的：前一个矩阵已知，后一个矩阵每一项怎么来的呢？对于光栅化的过程来说，其实只要考虑 x、y、w，z 不算独立变量，所以这里可以把 z 去掉，当做它的梯度项总是0。所以我们需要构造一个函数，一边是重心坐标的 u 或者 v，另一边需要同时用到3个顶点其次坐标系的 x、y、w， 对，3个顶点都要。这里得从定义出发，上期说过，重心坐标的 u 和 v 来自于2个三角形和整个三角形面积之比。这里借用 GPU 光栅化的 Triangle Setup 一步常用的方法，在屏幕空间里构造三角形坐标，计算某个属性对 x 和 y 的偏导数。这里整个三角形不能用3条边来算面积，而应该算3个小三角形的面积加起来。在计算这3条边的时候，需要用 P 点的 x 和 y 对面点的 w 构造其次坐标，因为这样可以认为3个顶点都在一个平面上，差乘就只要一个2D 的差乘，所以展开 uv 就成了这个样子。这就是我们要的函数，一边是 uv， 另一边和3个顶点的 x、y、w 有关。每个像素都可以从 gbuffer 拿到自己的 uv 和三角形 id， 并算出三角形面积。我们拿 u 对 x0 的偏导举例，先套用除法规则，把 a0 用 u 乘 area 换掉，这样可以约掉 area。
最后套用加法规则展开 area。现在可以看到，只要算出3个偏导项，我们就能算出 u 对 x0 的偏导，而这3项分别可以得到这样的表达式。同理，我们就能填充3个顶点的雅克比矩阵的每一项，也能得到我们想要的 loss 对顶点坐标的梯度。每个像素都会算出3个顶点的梯度，把它们加到顶点上，累积起来，就是 loss 对顶点坐标的梯度。至于怎么并行累积，下一期会提到。而 paper 里关于这是在 CUDA 里做的，天生就有大量的并行 ，OpenGL 和 CUDA 要怎么交互之类，一句话带过就得了，何必花一段来解释？甚至还说错了，交互操作是 CUDA 的 API， 不是驱动的。Interpolate backward 是这3个里最简单的，但 paper 却写得最详细。输入是 loss 对每个像素 shading 的梯度，用它来计算 loss 对每个顶点颜色的梯度，以及 loss 对中心坐标的梯度。还是那样，电式法则，只要构造一个顶点属性到像素属性的函数，对每个顶点求偏导，乘上 loss 对像素 shading 的梯度，就自然得到了 loss 对顶点的梯度。和前面不一样的是，顶点属性的每个分量都是独立的，形式也就是通过中心坐标差值而已。求出来的属性对3个顶点的偏导，也就是中心坐标本身。这同样需要每个像素算3个，累积到3个顶点去。而 loss 对中心坐标的梯度，则是用 loss 对 shading 的梯度和 shading 对中心坐标的梯度连起来得到。前者是输入，后者用差值的函数来求导，只是变量变了。这次是这样的，求出来的偏导形式也很简单。这个是逐像素的，不累加到顶点。最后就是 anti-alias 的 backward， 这在 paper 里又说很简单，连个公式都没有，纯粹只能从字里行间找到线索。它的输入是 loss 对抗锯齿后 shading 的梯度，用它来调整 loss 对 shading 的梯度，以及 loss 对顶点位置的梯度。注意，只是调整，不是重新算。也只有边界上的一些像素需要操作。前者好办，有了 loss 对抗锯齿后 shading 的梯度，根据 alpha 值调整图3的2个像素的梯度就行了。后者比较麻烦。上一期说了，这种 AA 本质上是对每个像素回答几个问题。最后一个是如何计算距离。这里我们要把 AA 的影响扣掉，所以得乘个负号。既然距离是通过该像素连接最近边的2个顶点组成的三角形面积和 y 的变化量来近似的，那么我们也用它来求导。和 rasterize 不同的是，这里的 x 和 y 不是旗次坐标下的，而是和 AA 相同，位于屏幕坐标，所以不再是用 P 点的 xy 乘 w， 而是顶点的 xy 除 w。这样我们同样能有一个距离和边上的2个顶点的 xy_w 的函数，把它们对2个顶点的3个分量求偏导，就得到了 shading 对2个顶点的梯度，乘上因为 AA 造成的 loss 对 shading 梯度的变化系数，我们就能调整 loss 对顶点位置的梯度，同样需要累加到2个顶点去。这就是 NVDiffRes 的 paper 里不够详细的地方，我们做了一次比较细致的推导。要实现的话，还有不少细节需要处理。下一期就讲这个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I'm so happy, '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s.